国内超市接连倒闭，胖东来为啥能大受追捧？去年，超市界的元老家乐福在中国市场狼狈收场，然而被不少消费者当作心头爱的胖东来却显得格格不入。胖东来究竟是如何创造超市界神话的？这里是知识填梯。家乐福作为超市元老级别的存在，至今已经有近60多年的历史。1969年开始进入国际市场，已经在全球30多个国家开了约1.1万家门店，服务超20亿人。最巅峰时拥有超过50万名员工，业务范围遍及世界。如今元老级别的家乐福已经在大众的视野里销声匿迹。事实上，被雪藏的家乐福只是一个缩影。我们熟悉的沃尔玛、永辉等超市品牌也接连面对倒闭亏损的窘境。近年来，无论是外资超市还是国内的本土超市，都活得举步维艰。超市通过零售的形式向顾客自由开放陈列的商品，形式便捷，服务高效，故此有超级市场的命名。归根结底，超市得到普及并受大众认可，离不开便捷二字。随着网络世界的兴起，新的庞大商务链也逐渐形成。电商作为新型商业模式，在当今时代杀出了一条大路，成功打破时间和空间的局限，将更加便捷的购物方式带到人们面前，一跃成为时代热门。天猫、淘宝、拼多多、唯品会等众多购物软件上市，任凭消费者线上挑选、线上买单，价格透明，种类齐全，足不出户就能实现商品自由。特别是年轻人不愿意出门，直接等待送货到家，是网络购物的重要受众群体，这无疑为线下零售业带来巨大压力。国内大型超市一家接一家的倒闭，背后原因究竟是什么？除了被网络电商挤压生存空间，中外众多超市品牌竞争也如火如荼。据不完全统计，2015年中国连锁超市门店数量为33301个，到了2020年下降到24082个。新冠疫情期间，客流量大幅下滑，多家门店短期暂停营业，实体经济元气大伤，都面临着亏损倒闭的风险。超市的经营与顾客的需求息息相关，只知道争夺有限的市场与消费群体，不懂得跟上时代节奏，适应变化，做出改革创新，势必会造成狼多肉少的局面，形成恶性循环。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陈立平曾指出，未来将是一个低价格零售业的时代，若传统超市没有完成自己的变革，很难适应新的市场竞争，社会飞速更新迭代，不能乘胜追击者 out。超市在运营过程中需要支付租金、人员工资、水电费等多项成本，如果这些成本不断上升，而超市的销售额却无法相应增加，就可能导致利润下降，甚至亏损。2019年，苏宁以48亿元人民币收购家乐福中国80%股份，然而被苏宁收购后，家乐福并未迎来好转。仅苏宁接手的3个月时间，家乐福净亏损达到3.04亿元。截止2021年，家乐福的总资产115.42亿元，总负债137.88亿元，资不抵债。即便在上世纪90年代就闻名辉煌的超市巨头，也终于退出了商业舞台。难道在当今这个时代，就完全没有实体超市的立足之地了吗？被挤出市场是实体经济不可逆转的命运吗？答案是否定的。3月，胖东来发招聘，年薪高达15万，冲上热搜。胖东来作为一家河南本土的超市品牌，是如何广受好评，在激烈竞争下一次次火出圈的？好的领导者是一个企业的核心。胖东来的老板于东来曾多次明确品牌理念和价值观，用真心换真心。这不仅是一句口号，胖东来也用接下来的实际行动诠释了这一准则。员工待遇人性化，有关员工福利丰厚的热搜榜也不止冲上去一次，其曾设立的委屈奖和带薪年假等福利制度受到了广大网友的好评，大幅度提高了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力。胖东来的员工离职率低于5%。对消费者负责，服务管理温馨。胖东来所购产品可在1周之内随时办理退货退款，此举不仅打消了消费者的消费顾虑，也提升了购物体验。客服前台提供免费充电宝、童车、医疗急救箱，超市内的生鲜区等食品区域也详细提供了食品安全说明，设立试吃品尝环节。胖东来对商品的质量问题严格把关，对自家商品秉持充分的自信，也为顾客吃了一颗定心丸，呈现最好的工作态度和精神样貌，并满足消费需求的多样性。胖东来的服务优点比比皆是，这些优点特点相结合，构成了胖东来独特的服务风格。
将顾客放在第一位，使其能够在市场上脱颖而出，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，值得各大超市的尊重与学习。胖东来也只是千千万万的线下超市之一，只是没有被动的和其他品牌一起陷入恶性竞争循环，只专注于强化品牌自身，提升顾客体验，优化商品结构，最终从默默无闻一路摸索着成为消费者所信赖的购物场所。我国线下零售市场也该因此做出合理调整，不再进行毫无意义的价格战，停止互相伤害。超市作为零售业的头牌，是该提倡内卷，不断进步，但切记不要卷错了轨道，做无用功只会离成功的道路越来越远。时代的发展过快，赶路的人们都只顾赶路，忘记了出发时的决心。市场上遍布着硝烟和竞争，诚信和良知就显得弥足珍贵。消费者本就是超市生存和发展的基石，失去消费者的眷顾，那只能面临退场的结局。知识 TNT， 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